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极其恐怖的问题？地球质量高达60万亿吨，每天以超过1670公里的时速疯狂自转，这个速度比子弹还快。汽车跑久了要加油，手机玩久了要充电，但地球已经狂奔了整整46亿年，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是谁在浩瀚太空中轻轻推了地球一把？看完今天的视频，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我会告诉你3个核心真相。第一，地球自转根本不需要任何持续动力。第二，46亿年前，地球最初的启动推力到底来自哪里？第三，地球其实正在偷偷踩刹车，未来的一天再也不会是24小时。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生活中的常识是，不蹬自行车，车就会慢慢停下；踢一个足球，滚一段距离就会静止。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地球能转这么久，一定有什么神秘力量在不停地推动它。甚至有人猜测，地球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在源源不断提供动力。但这个直觉其实是错的。早在300多年前，牛顿就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写下了运动第一定律，也就是惯性定律。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一个运动的物体会永远保持运动状态。自行车会停，是因为有地面摩擦力和空气阻力。足球会停，也是同样的原因。但地球不一样，它在太空中旋转，而太空几乎是绝对真空，没有空气阻力，也没有地面摩擦，所以地球根本不需要持续动力来维持自转。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不需要维持，那46亿年前地球刚诞生时，最初的第一把力到底是谁给的？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得穿越回46亿年前的太阳系产房，一片横跨几光年的巨大分子云。那时候没有地球，没有月球，甚至没有太阳。这片云主要由氢气和尘埃组成，温度极低，黑暗无光。后来可能是附近一颗超新星爆炸，冲击波传到了这片分子云，让它开始在引力作用下坍缩。而关键在于，这片云不可能是完美对称的，它的质量分布一定有细微的不均匀，这边密一点，那边疏一点。就是这种微小的不对称，让整团物质在坍缩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微弱的旋转。这时候，一个你初中物理就学过的宇宙中最硬核的定律登场了——角动量守恒。角动量的公式可以简化为质量乘以速度再乘以半径。当星云向中心收缩时，半径变小了。为了保持总角动量不变，它的旋转速度就必须疯狂增加。你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刷到的花样滑冰视频，就是角动量守恒的完美体现。运动员张开双臂旋转时转得很慢，一旦把手臂收回来，转速瞬间飙升。这片星云也是一样，越转越快。中心的物质不断聚集，最终形成了太阳，周围的尘埃和碎片则形成了一个旋转的盘，圆形星盘。地球就是在这个旋转的盘里，由无数小天体碰撞、吸积、合并而成的。每一次碰撞都会带来角动量，这些角动量叠加在一起，让新生的地球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科学家推算，刚形成的地球一天可能只有6到8个小时，所以地球自转的初始动力本质上就是太阳系原始星云坍缩时的角动量，加上形成过程中无数次天体碰撞积累的动能，这就是宇宙给地球的第一角推力。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如果你以为地球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转下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危机正在悄悄降临。地球形成初期还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它的自转速度和姿态。大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科学界称它为忒伊亚，以倾斜的角度猛烈撞击了早期地球。这次撞击的规模超乎想象，撞击产生的碎片被抛入太空，最终在地球轨道上聚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球。而这次碰撞也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自转速度和自转轴的倾斜角度。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春夏秋冬四季，正是源于地球23.5度的黄赤交角，而这个倾斜角很可能就是这次毁天灭地的撞击留下的遗产。换句话说，你现在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冬天的寒冷，某种程度上要感谢45亿年前那次惊心动魄的宇宙车祸。它不仅给了我们月球，也塑造了地球的自转状态。但撞击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真正给地球踩刹车的是我们熟悉的月球。你一定知道潮汐吧？海水每天涨落2次，这背后的推手就是月球的引力。但潮汐的影响不只是让海水动一动那么简单，月球的引力会在地球上制造出2个隆起，一个朝向月球，一个背向月球。因为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快，
这个隆起会被地球自转拖到前方，而月球的引力又会把这个隆起往回拉。这个过程就像是有人在地球旋转的方向上轻轻摁住了它，产生了一个制动力矩，这才是地球自转变慢的核心原因，而不是海水与地壳的摩擦。这就像你背上了30年的房贷，每个月银行都会按时扣款，虽然一次只扣一点点，平时感觉不到，但日积月累，你的钱包厚度会慢慢变薄。月球的潮汐力就是这样每天消耗地球的自转能量，让它慢慢减速。这不是猜测，而是有科学证据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古代珊瑚化石的生长纹路发现，珊瑚每天会长一圈纹，每年长一组大纹。通过数纹路可以推算出一年有多少天。泥盆纪时期大约3.7亿年前，一年有大约400天，每天大约只有22小时。而现在一年只有365天，每天24小时。目前地球的减速速率大约是每个世纪一天增加 1.4 到 2.3毫秒。听起来微不足道，但46亿年累积下来，效果惊人。从一天6小时变成24小时，地球已经慢了4倍。那如果继续慢下去，地球的终极命运会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现象？我们在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同一面，这不是巧合，这叫潮汐锁定。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它绕地球的公转周期完全一致，都是大约27.3天，所以它永远用同一面对着我们。而月球之所以被锁定，正是因为地球对月球的潮汐力在漫长的时间里把月球的自转彻底减慢，直到锁死。反过来想，月球也在用潮汐力减慢地球的自转。如果给足够长的时间，地球理论上也会被月球潮汐锁定。到那时候，地球的一天将等于月球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大约是现在的47天。地球的一面将永远面对月球，另一面永远背对月球。不过别担心，科学家计算过，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远超太阳的寿命。太阳大约50亿年后就会膨胀成红巨星，届时地球的命运将由太阳决定，而不是月球。所以潮汐锁定这件事儿，地球大概率等不到。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如果地球突然停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人以为停了也就停了，大不了没有日夜交替，靠人工照明也能活。但真实情况是，这会是一场毁灭性的世界末日。这个话题展开讲非常精彩，我单独做了一期完整视频，叫做宇宙冷知识02，如果地球停止自转，人类会怎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主页找来看，这里就不展开了。如果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视频，帮你快速记住核心知识点。第一，地球自转不需要持续动力，太空中没有摩擦力，是惯性让它持续转动，就像一个在光滑冰面上滑行的冰壶。第二，最初的启动推力来自46亿年前太阳系星云坍缩的角动量，加上忒伊亚大碰撞的影响，地球一出生就带着极高转速。第三，月球的潮汐力正在给地球踩刹车，地球越转越慢，未来的一天会越来越长，但我们永远等不到它被潮汐锁定的那一天。接下来聊聊你们的想法，今天这些内容里，你觉得最反直觉的是哪一点？是运动不需要持续的力，还是恐龙时代一天只有22小时，又或者是忒伊亚碰撞塑造了4季？另外，我很好奇，如果几十亿年后，地球一天变成了几百个小时，人类如果还存在，能适应这种极端环境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解释世界，既有硬核知识点，又有有趣类比的内容，记得点个赞，订阅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宇宙冷知识、现代中国观察和历史冷知识。如果你对宇宙感兴趣，千万别忘了我刚才提到的宇宙冷知识2，如果地球停止自转，人类会怎样？我频道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视频，可以去主页看看。我们下期见。